那如果还能有下一代，我希望耐克能够拿出一点真本事来，毕竟现在的消费者们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在给他们把着关呢。如果想让我的兄弟们去消费啊，先过了我这一关再说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59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双鞋，来自耐克的莫兰特一代，一双你手上没点家伙事儿都不敢穿出门的篮球鞋。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双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乍一看可以归结为2个字：普通。上脚之后，同样可以归结为2个字：臃肿。上脚之后，别人看上去可能还行，但是从俯视的角度看上去啊，它是真的臃肿，怪不得被网友们戏称为胖头鱼，也就是传说中的花莲邓刚老师最擅长钓的那种。反正这一双鞋的整体鞋型可以说是毫无美感的，起码我个人认为它是真的丑。在配置方面，中底搭载了全掌的 Phylon 加上前掌口香糖的 Zoom， 鞋面使用了皮质材料与针织的结合。我手上这个配色的大底是搭载了 XDR 的，整体来说依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耐克会用在一些中低端鞋款上面的配置，算是一个常规操作。作为一双联盟力捧新人的个人签名鞋啊，这双莫兰特一代跟塔图姆一代去比较一下，高下立判。我们暂且不去说塔图姆一代在实战方面是好是坏，但是光从配置以及整体的结构方面就能明显看出来，塔图姆一代是耐克更加用心去制作的一个产品，而这双莫兰特一代则更像是耐克套公式套出来的一个鞋款。如果要我给它的外观做一个总结的话，我觉得普通这2个字最合适不过了。而在实战方面，它的表现也同样非常的普通。大底的 XDR 橡胶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非常不错，纹路的图案非常复杂，由各种几何形状组合而成，并且它在纹路之间的空隙控制的也比较合理，让它在吸灰方面同样有着优秀的表现。如果场地上面有灰尘，它的抓地力也不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下降。在抓地以及吸灰控制这2个方面，这一双鞋的表现确实还是比较不错的。而在耐磨方面，它的表现也同样十分出色，大底的纹路深度非常的可观，并且橡胶的材质也偏硬，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在70以上，用来打室外的塑胶场地绝对没有问题。如果后续价格能够降到300，那用来打水泥地也完全 OK。莫兰特一代在大底方面的表现是非常棒的，耐磨以及抓地这2个方面都有着比较不错的表现，但是这也是这一双鞋身上为数不多比较出色的地方了。在中底方面，依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全掌 Phylon 加上前掌口香糖 Zoom 的一个组合，真的没什么诚意啊。中底的 Phylon 调教偏硬，脚感并不是特别出色，在缓震方面的表现略微有一点糟糕，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震脚的感觉会非常的明显，震感会从脚底下一直传到天灵盖。如果你对于缓震有一定的要求，那这一双鞋的缓震一定没有办法满足你。它的中底龙骨落差控制的比较小，穿在脚上会有一点点前高后低的感觉，但是并不会特别明显。对于运动习惯的适配，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倾向性，不管是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都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全掌的 Phylon 框架也保证了这一双鞋在中底的过渡。不管你的运动习惯如何，穿这一双鞋在跑动的过程中，跑动的感觉都是比较舒适的，不会有任何的断层感，并且得益于它中底 Phylon 偏硬的调教，让这一双鞋拥有了较强的中底刚性。在跑动的过程中，你能感觉到这一双鞋可以提供给你一定的推进感，感觉还是真的非常不错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自然弯折点就处于这整一双鞋的中间位置处，穿这一双鞋打球时间长了，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足弓疲惫感，在运动的过程中，足弓的拉扯感会比较的明显，尤其是习惯使用前掌跑动以及突破比较多的球员，如果你就是这样的球员，那这种情况会更加的明显，这一点大家必须要注意到。不过该说不说啊，它在反应性方面的表现确实还是比较不错的，在突破的过程中，脚底下不会有任何的泄力感出现，气点虽然很小，但是也能提供给你一定的力反馈，让你在突破的过程中能够更为迅捷。中底的重心控制在了一个比较适中的高度，场地感表现比较一般。如果你想要的是一双比较贴地的篮球鞋，那这一双鞋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而在鞋面方面，它的表现是没有办法令我满意的。网上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一双鞋的鞋楦就是一个什么究极母外翻的鞋楦，在大脚趾部位收的特别的夸张。不过由于我个人这个脚型略微偏窄，所以在穿这一双鞋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感觉到在大脚趾部位的这个压迫感。这一双鞋的鞋楦略微偏宽，如果你是窄脚，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什么母外翻，因为它并不会
会在这个位置给到你压迫。但是如果你是正常脚型或者就是宽脚，那这一双鞋可能在大脚趾部位会给到你的压力会比较大。如果正在观看这一个视频的你就是正常脚型或者就是宽脚，并且已经购买了这一双鞋，那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你的穿着和感受。当子在这里代替所有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兄弟们，跟你们说一声谢谢。那瘦脚的兄弟就可以无脑选择这一双鞋了吗？也并不是。这一双鞋的鞋楦对于瘦脚的兄弟来说明显是偏宽的，并且这一双鞋的鞋带对于前掌包裹的调节范围略微偏小了一点，在做一些侧向蹬地或者是大幅度变向动作的时候，脚在鞋内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位移，在前掌的锁定真的做得不太好。不过它在中后段的锁定做得确实是非常优秀的，在急停急起的时候完全不会有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出现。优秀的中后段锁定也让球鞋的鞋脚一体性有着明显的提升，加上它单支42.5码363克的重量表现，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还是比较出色的。而在夏天大家比较在意的一个透气性，这一双鞋的表现也并不是特别出色。厚实的内部填充加上它大量的皮质鞋面加持，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双鞋身上搭载的针织材料密度是比较高的，几乎不具备什么透气的功效，整体的透气性表现是比较差的。那如果你比较在意透气性，那这一双鞋你依旧是慎选的。而大面积的高强度针织材料加上主要受力点位置的皮质材料补强，让它拥有了极为出色的侧向支撑表现，并且它在前掌的外侧也做出了一定的中底橡胶上扳，不管是做什么动作，它的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你的双脚，非常安心。再加上它较高的中底刚性，在做一些对抗式的蹬地动作的时候啊，球鞋的整体姿态也能够保持的比较好。在整体的强度这一块，除了在足弓支撑方面并不是特别优秀之外，在其他部位的支撑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同样非常出色，大底非常宽大，并且非常的平整，在前掌还做出了比较明显的加宽处理，中底的重心控制的也比较适中，而且它的中底缓震材料整体是比较偏硬的，让它拥有了极为出色的稳定性表现。但是过于宽大的大底造型让它损失掉了一定的灵活性，会有一点点像哈登6给我的那种体验。这一双鞋虽然是一双后卫的签名鞋，但是它会更加注重稳定性而不是灵活性。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C 级，我对于这一双鞋的实战总结就是普通。你穿它打球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打高强度的比赛也完全 OK。但是你要说出它有什么地方表现特别好，好像并没有。除了稳定性以及抓地这两个方面比较突出之外，你找不出这双鞋啊其他有任何的亮点了。但是如果你要说它哪里不好，你就可以找出一大堆。前掌锁定差，自然弯折点位置不正确，灵活性差，缓震垃圾，长得还丑。作为一双联盟超新星的签名鞋，我觉得它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去进行提升。那如果还能有下一代，我希望耐克能够拿出一点真本事来，毕竟现在的消费者们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在给他们把着关呢。如果想让我的兄弟们去消费啊，先过了我这一关再说吧。这一双鞋现在的价格完全没有任何购买的必要。那如果后续它还会接着卖，接着出新的配色，那最终一定会稳定在300左右这个价位段。到时候你们再想要试试啊，再想要尝尝鲜，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你突破比较多，想要一双稳定性出色的篮球鞋，那这一双鞋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不过我建议大家还是先去试穿一下，毕竟母外翻是一种疾病啊。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选择方面，我觉得这一双鞋是不偏码的。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5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